相信你们在生活中都听说过涩味这种说法，茶太涩了，咖啡太涩了，酒太涩了。当我们尝到涩味物质时，我们的口腔和喉咙就会产生干燥、粗糙或起皱的感觉。所以我认为没有人天生喜欢涩味，但适当的涩味却能够增添食物的美味。意大利文化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品尝这个番茄，就是番茄切片，蘸一点海盐，掺上一些意大利香醋。很奇怪的是，即使有这个番茄的那个涩味，有意大利香醋的涩味，也有这个海盐的涩味，这3种不同的涩加起来一起吃的时候，却带出了这个整个番茄的甜味。因此，我想尝试找出与涩味最佳的搭配，让涩味成为餐桌上的一种趣味，为菜肴增添有深度而且立体的味觉体验。涩味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触觉，是口感的一种。你可能会注意到富含单宁的食物饮料，比如红酒、烘焙过的咖啡豆、柿子、茶等都是涩的。所以有句话说：“不苦不涩，不是茶。”我总爱跟人说，鸡蛋能够遇上茶叶，也算是一种缘分。我们在一起，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足以把人们的味蕾挑逗得那么的不安分。我们与各种食物百搭，有美丽的纹身，又富有营养，可说是自带人间烟火气息。我们就是上能高端大气，下能寻常百姓的茶叶蛋。我记得小时候经过药材店或茶行，都会看见一锅冒热热气、圆滚滚的茶叶蛋，而空气中弥漫着的药材和茶叶香，总会带来莫名的满足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叶的涩搭配了鸡蛋的腥，却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呢？我来到新加坡最大、最古老的茶馆，来拜访对各种茶的风味如数家珍的江师傅，了解他是如何以茶入传。你在这边你会很奇怪看到没有药材，对，现在外面的茶叶蛋多数会加一些中药下去。我们发现加了中药呢，它就盖过茶的味道。茶叶蛋它就是应该有茶的香味。那 Patrick， 你们是用什么茶叶来煮这个茶叶蛋呢？因为很多食谱有些会跟你讲红茶、普洱茶，我还甚至看过用茉莉花茶来做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些香料它有些会有一点无滴、有点earthy的味道，有点土味。对，我们所以就加了这个，看得出是属于哪一类的茶吗？乌龙，对，是乌龙。不过这个是一个重焙火的乌龙，它烤火的过程会比较长一点。OK， 所以它烤得比较黑，发酵也比较高。OK， 所以这个茶呢滋味比较重。乌龙茶叶的香气相当复杂，但均带有浓郁而细腻的花果香味，滋味醇厚耐泡，是我们迷倒万千食客的精髓和灵魂。人们流传一句话：人生就像茶叶蛋，有裂痕才入味。让味道通过纹路的缝隙侵入蛋中，经过8小时的熬煮，在蛋白表层留下细致的美丽花纹。茶叶蛋所带来的视觉与香气的结合，让人心情顿时愉悦起来。现在你所闻到的味道跟刚刚煮的时候味道又有点不一样。对，其实它味道很香。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乌龙茶，是因为乌龙茶介于花果之类的味道，对，在跟这个香料是很搭的。哇，这很不一样的，这个茶味真的是有吃得出来，它的茶香真的很突出。那你现在吃一点蛋黄，那个味道又更不一样了。哇，这个很好吃。待会儿你搭配了茶，你会觉得这个茶叶蛋更加好吃。与其使用药材的苦味来消减茶叶的涩味，江师傅巧妙地使用味道强化作用，用风味相似的香料与茶叶，让相关的味道彼此更凸显，从而强调独具一格的茶叶清香。今天我搭配一个乌龙，
然后这个茶呢，它本身带一点桂花跟奶油的香气，奶油，有一点 buttery 的香气。你现在吃一小口的茶叶蛋 OK， 然后你咀嚼了，你再来品一口茶。又不一样了，奶香味比较明显。对，所以为什么要配茶？就是因为蛋本身蛋黄有点干，然后你吃下去，你这个茶把它冲下去的话，你会觉得很舒服。两个是互补的，它会把那个茶的香气给提升高。我们茶与蛋这个组合，传递的就是动物与植物的巧妙融合。鸡蛋的蛋白质会与茶叶里的涩味分子结合，润滑你的口腔和舌头，所以你们就尝不到茶叶厌人的涩味啦。更重要的是，蛋黄煮熟后会释放硫化氢，剥开后气味像 pear， 这也是部分人不爱吃鸡蛋的原因之一。而加入茶叶同煮，则会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涩在茶的众多风味中常常处于不受待见的地位，因为涩令人难以下咽，所以厨师往往也会使用味道平衡作用来消减涩味的强度，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滋味。这个地瓜的皮我们已经刷得很干净，所以你直接切一小块，沾着那个茶叶呢一起放进嘴巴一起吃，所以你可以吃到那个茶的香气。那个地瓜的那个甜味，有综合到那个茶叶的那个苦涩味。对，有几个原因，为什么你这个茶不苦涩？一，就是我没有把茶叶泡在水里，把它里面的物质全部释放出来。我只是撒一点点水，最主要我的目的是要把茶的香气呢放出来，而不是把苦涩的物质给放出来。然后地瓜吸收了，本身地瓜还是带甜味，它也会掩盖掉部分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单吃那个茶叶，苦涩还是在的，只是挺好玩的一个搭配。以茶入馔，自古有之。而我觉得茶叶蛋这个看似再平凡不过的小吃，却显示的不仅是吃出健康的智慧，更是一种饮食文化。对于台湾人来说，茶叶蛋是一种很庶民的食物，街头小巷里都能看见它的影子。你可能远远就闻到，你就知道这一摊一定有在卖茶叶蛋。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这个味道大家都会知道，那我想说，那我就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创作，这样子。这家米其林1星的餐馆主厨选择打破平凡，把日常的庶民味道经过结构与重组，在风味上注入全新的灵魂与搭配。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早餐会有白粥配茶叶蛋跟馒头。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把粥，然后番薯，然后跟一些会吃清粥小菜的配料，把它放在蛋上面，然后在桌上再 serve 给客人。热热绵绵的粥，搭配脆脆软软的番薯与酸酸咸咸的配菜，为这道经典小吃增添了多层丰富的口感与味道，让原本平平庸庸的茶叶蛋不再平凡。就因为我在上面的孔里面，我有放了菜脯、酱瓜、腌制的咸柠檬，然后一些酸豆啊、橄榄啊、herbs， 还放了一点豆腐乳，整个吃起来它就是一个清粥小菜配茶叶蛋。但那个蛋如果把它做成我个人所喜欢的，我喜欢蛋白有入味，然后蛋黄它是流心的，不会像是煮到很熟，吃起来很干的样子。你可以从前面一路吃到后面，它非常非常有趣。然后这个味道是台湾的味道。我体型虽然不大，也谈不上什么英俊潇洒，但我却能让你的灵魂苏醒，枯萎的精神振奋。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醒来的第一时间，只求与我相遇，甚至没有我的陪伴，如同行尸走肉。但我神奇之处，其实在于我自身带有上千种的风味物质，而猪肉就利用了这一点，和我联盟，一起俘获更多百姓的心。我们就是咖啡排骨，这个风靡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完美组合。日出之时，百鲜滋味，一杯暖心咖啡可以唤醒味蕾和意识，
新加坡人爱上它的苦涩，它的咖啡因更把它变成我们饮食文化的符号，把对咖啡的迷恋和美食的喜爱结合在一起。我们创造出咖啡排骨这道具有浓重本地风味的平民小吃，反映了本地饮食文化的独有特色。这个咖啡排骨是从大概整6年前，我有老爸的一个师傅，就他教我这道咖啡排骨。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啡排骨的时候，在我爸爸的那个朋友的那个餐馆里面，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讲说很流行这道菜，可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尝试。你肯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又涩又酸又苦又香的我和猪肉是最佳的组合，但我与猪肉在风味上其实就是天造地合的一对。与猪肉最对味的是美拉德反应风味，特别是较深邃的焦糖味与贝香味，而我经过烘焙后，满满的就是贝火香。那我们做这个酱汁先，就是加的是苹果酱是？对对，对，我再加的这个是苹果酱。所以这苹果酱是比较偏酸还是偏甜的？苹果酱它是有点带一点酸甜，到那个我放番茄酱的时候，它就会比较酸。对，因为它这种是可以比较 cover 我等一下会煮的放了咖啡粉，对，跟糖，它们就会有一个 balance。因为咖啡粉本身是比较苦涩的。对，比较苦，对。番茄酱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个白醋，所以我们其实用那个番茄酱是为了它的白醋哦，对，它的糖分哦。这个咖啡粉下去，我们加咖啡粉，对。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糖，就想说糖可以本身它们的苦涩，它的苦味。这样我们就给它煮大概2个钟头，它的味道全部沉淀过后，你放进了冰橱，再拿出来，它的味道就比较没有这样苦。其实我们每次喝咖啡呢，有那种苦味，有些人是很欣赏那苦味。可是我们煮这道菜的时候，你太苦，客人也是不能接受。咖啡豆中也天然含有一些我们生活中熟悉的酸类，比如柠檬酸、苹果酸、醋酸，而这些酸性成分搭配猪肉的鲜咸，创造出津味十足的风味。同时，咖啡所含的酸性成分也会使猪肉变得软嫩，而猪肉丰富的油脂也能够润滑我们的舌头与口腔。中和咖啡在我们口腔所产生的涩感，让我们满口留香。所以通常我们煮出来的那个咖啡，过了1个晚上过后，它就会很浓。对，哇，它的香气其实很重。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火也是不能太大。对，要不然会焦。对，它会焦，它的颜色会很难看。很难看。OK， 好了，品尝一下我们的这里本地的招牌菜。你的这个咖啡的苦涩味，其实帮它这个提香解腻，所以它其实越吃越好吃。然后你那个猪的那个猪肉的味道也是完完全全消失了，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那个猪肉的味道。这个咖啡酱其实有一些客人会选择是讲说，哦，我今天不想吃猪肉，我们也可以换鸡肉给他。所以鸡肉跟这个猪肉配搭这个咖啡酱的那个差别是在哪里？我还是觉得配猪肉是最好的，鸡肉是讲说它里面的那个肉口感没有这样好。咖啡含有超过1000多种不同的挥发性化合物，而拥有相似风味的食材就是与咖啡最佳的搭配。因此，我决定拜访一位精品咖啡业者，了解咖啡豆的品种、原产地、烘焙过程等因素如何影响咖啡的风味，让我能更好的在菜肴里应用这个食材。在咖啡豆里面都会有这个 tannins，那 tannins 就会造成这咖啡的味道会有一点点涩，有时候会酸。这个是烘的是比较久一点是吗？对，所以你可以看这3个咖啡豆，这个是烘最浅的到最颜色，对，所以它的颜色的那个深跟浅度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咖啡的苦涩还有酸涩是吗？对，所以你第一个 factor 可能是那咖啡豆原本里面所有的那种碳水化合物，不同国家因为它的地理、它的土壤都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咖啡豆成分都不会一样的。但之后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roaster，去烘焙它，改造一下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的一个味道，比如讲说涩味或酸味。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咖啡你本身觉得涩味比较淡，比较淡，对。所以它烘焙的时候也比较久，在烘焙过程中，它涩味的成分就会减掉。咖啡有没有说好跟坏的涩？涩本身是没有好坏，它是天然的。但我们烘焙的时候，我们烘焙师会
按照每一个咖啡豆本身它成分不一样，它的色度不一样，来去决定它要怎么去烘焙这个咖啡豆，来带出它咖啡豆本身的香味。那比如说有些香味，它可能比较像果香、樱桃香、柠檬香，那这种香味你可能会需要一点色味，来帮你就是提炼出来这个咖啡豆本身的香味。相辅相成的搭配，因食材香气分子之间的复杂互动，而拥有某些共同的关键香气连接，因而造就了美味。了解了这个原理，我觉得配合直觉和想象力，食物搭配就是发挥创意的最佳工具。银人就尝试以精品咖啡取代茶，来搭配港式点心，希望能让食客吃出另一番风味。这激发了我想要以大胆突破的方式，创作一道颠覆大家对色味认知的新兴料理。我向来比较低调，所以你们可能对我感到陌生。但我的孩子香蕉，你们肯定特别熟悉。不过近年来，我总算熬出头，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美味佳肴。我的花蕊看似平凡，却口感润口，可做出的菜式五花八门，包烧、煮、蒸、炒，样样都行。配上香料与扁豆塔可，我们就成为创意风味的小吃——香蕉花塔可。中国古代饮食理论认为，基本味道包括酸、甜、苦、辣、咸这5种。印度传统则在这5味上加上色味，因为印度的古老医学体系阿育吠陀非常重视味觉的治疗价值。我决定拜访我的前辈 Mural， 了解他如何在料理中创意的诠释色味，并制作出带有现代感的印度料理。When I developed this dish, people are like, why the chef using the banana flour? I think not so many people use it. Right. So you need to have that technique. Basically, see, the banana flour has the astringency taste, right? So you cannot use it raw form directly. The taste might not be what I needed. Can I try one? Yeah, please. It's very bitter, I think. Is that a warning? Yes. Yeah, I regret putting it in my mouth. Your tongue feels entirely paralyzed by the dryness, and the bitterness is a very raw kind of vegetal bitterness. Still manageable, but because it's extremely astringent. 我的花蕊本味就是涩的，虽然我带有淡淡的果香和坚果味，但总体来说我没有强烈的味道，所以吸收其他的风味就是我的强项。香料因此成了我最佳的拍档。而印度料理偏爱使用风味完全不同的原料来烹饪菜肴，是他们独特的风格之一。We are going to fry this. So when we fry this, so the bitterness will go. Right. And when we saute it with some spices, it will be more tastier. And you can find that softness, the bit of crunchiness of the flour. It smells really good. The banana flavors are coming through. Yes. Very, very strong banana, almost like a goreng pisang. And this one will be more tasty. So I'll try this after it's fried. Yeah, the astringence has totally gone. Gone. The bitterness, slight bitter. That bitterness will go when we do the toss. Yeah. Right. 我觉得有趣的是 ，Mural 利用高温油炸，而不是传统水煮的方式，降低香蕉花里的酵素活性，因而去除涩味。口感倍增的香蕉花蕊与香料形成奇巧的搭配，爽脆丝滑的口感中夹杂着浓郁的香辣味，而带有土味的扁豆塔可就成为这道菜的风味基础。So we're just gonna eat this like a wrap. Yeah. It's actually more astringent than I thought. All the ingredients have combined together. I like the taste of that slight sourness as well. It cut down the bitterness of the banana flour. It was the lentil which makes more interesting. I can still taste the lingering sense of this astringency, the layers of all the different ingredients as well, and how they kind of pile up to form a very, very positive taste in the dishes as well.
我觉得这个色味呢，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口感。我觉得大多数的厨师不怎么会应用这个色味来做菜，所以他们做法都是找其他的那些配料来中和掉这个色味。所以我今天想探索的就是如何应用这个色味呢，来带出不同的那些果香味，还有鲜菜的味道。所以这整道菜的那个概念，主要是要利用不同的那个材料的色度，来带出整个沙拉的鲜甜。番茄、醋、龙井茶叶、杨桃花、姜花的果实、海盐等都带有独特的色味。我希望利用这些食材的巧妙搭配，最终能够去除海葡萄的咸腥味，达到鲜甜无比的滋味。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同层次的那种酸味，再加上这个海盐，再加上这个海葡萄，那个海的那个苦涩也慢慢削减掉。因为海的苦涩其实是一种不好的苦涩，所以加起来的时候，整个是酸酸甜甜咸咸的一种口感。整道菜根本没有用到海鲜的一个食材，可是就是有这个海鲜的味道。所以如果这道菜做得成功的话，其实它的味道应该是特别和谐的。口感已经被证实可以改变大脑感知食物的味道与风味，所以口感在美好一餐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透过我的探索，我发现到要控制色味这个口感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在菜肴里加入多层次的口感，就能提升料理的整体感受。这道菜呢，设计是主要是成为一个开胃菜，它的那个酸涩度应该是比较高，这样舌头它的味觉会比较敏感，所以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它整个味道其实是特别的清甜，也特别多层次，不管是在口感上，不管是在味道上，它有带一点酸，一点甜，也有一点咸，整片舌头其实就是有点嘴巴一直在流口水，然后吃了之后呢，那个舌头有点干干的那种口感。就像给舌头做了一些热身运动，准备好品尝接下来的菜。